深渊教团，这些与人类为敌的怪物，地下情报网也很少出现他们的消息。但虽然麻烦，终归也还是被我找出一些线索了。这么快就有线索了吗？不愧是消息灵通的迪卢克老爷。不过说起来，风神巴巴托斯大人为什么要借助人类的力量？怎么说呢？人们所说的七神，更本源的称谓是陈氏七执政，划分陈氏，各自统治1/7，这是我们作为神明的责任。唉，履行神职才能积累神力，但我不喜欢统治，我觉得蒙德也不会喜欢的。你们建立无人称王的自由城邦吧。巴巴托斯大人的理念，我们牢记于心。真虔诚啊，秦团长，完全没有想过可能是某人太过自由散漫，不想管事的原因呢。总之你们看，我都这么久没有回过蒙德了，所以现在的我毫无疑问正是七神中最弱的一个。过奖过奖。我们有这样一位风神大人，该说是好还是坏呢？不过现在就先抛开七国与七神的话题，重新关注一下人类共同的敌人吧。这一次查出的深渊法师踪迹，就在酒庄附近，不能让他全身而退。这是什么？深渊法师被击败以后，散溢出了某种能量。他原本的用途似乎是隔绝我和特瓦林之间的联系。你知道风龙废墟吗？但秦团长和迪卢克老爷想必都是知道的。特瓦林苏醒以后，把一片远古的废墟当做了他的巢穴，与先前封锁蒙德四方的暴风一样。废墟的入口也有特殊的障壁，但现在从深渊法师散溢的能量里，我能读出编织魔力的韵律。虽然那种韵律比球球人的合唱还要难听，但也足够让我们破除暴风障壁，抵达风龙废墟内部了。那就是要正面挑战风龙了吗？我倒是没有意见。话说回来，秦才是那个想要避免开战的人。不，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时，就由我承担改变方针的责任。如果讨伐风龙是唯一的方案，那我就会成为冲锋在前的骑士。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啊。温迪阁下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天空之琴不是我们的底牌，真正的底牌是旅行者呀。旅行者？没错，但在你的身上还有更珍贵的闪光点。泪滴里的污秽杂质和缠绕在特瓦林身上的诅咒是同一种邪力，所以……卖唱的，这太危险了！你看特瓦林发火的样子，动手前就会被特瓦林一口吞掉吧？哼，有趣的计划，值得尝试。我也当然会与你同在，荣誉骑士。敌人是深渊的怪物和龙，压迫感很强呢。人类也有人类的底蕴。我们走吧。那么，英雄的诗篇终于进入决战的篇章了。是暴风的障壁。真是看起来非常危险的景观。交给我吧，虽然手里只有一把普通的木琴，但要打破这种风障也用不上天空。那是什么？敌袭，各位准备迎战。看来要在演奏之前先清理一下场地了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杂物是不需要歌手本人亲自动手的。不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风龙废墟周围不该有丘丘人的聚居地。唉，丘丘人通常他们不太会在元素浓度过高的区域活动，在这里，他们的身体要承受更大的负担。想必就是深渊教团在背后操控吧，但他们应该不能确定我们会来这里。为了阻止我们的行动，教团恐怕正在向四处投放兵力。那么，事不宜迟，这次的听众只是风而已，拨弦的速度加快一点也无所谓吧。哇，真的能打开哎！你偶尔也会有点用嘛，卖唱的。从这里开始，就算是正式进入风龙废墟了，请各位务必小心。我们走吧。这里就是风龙废墟的正门吧？虽然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巨大了，但特瓦林这样的体型是怎么回家的呢？他不用从走人的地方走啊，他用飞的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堵住了呢。哦，堵住了呢。那边的屋顶是不是碎了个大洞？那边的风场好像可以利用一下。好，绕路吧，我们上去。好，绕路吧，我们上去。在这座废墟里，会不会也潜藏着深渊法师呢？如果遇到的话，不如就请有过优胜战绩的迪卢克老爷。不要小看曾被我击败的对手。这句话不是自夸，我是指那个非人的教团里还有许多更难想象的东西。没错，所以我这次就跟过来，和你们一起行动啦。这也是为了关心你们的安全哦。唉，我就是人太勤奋，勤奋到根本不适合当诗人。明明是个连寻找3颗龙类都没参与，全程躲在酒馆里喝酒的人，丝毫无法理解到底勤奋在哪里。没法更进一步了呢。在这座遗迹里，好像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封印。这也是特瓦林搞的鬼吗？不是的，这废墟曾经是远古的城市，特瓦林只是在这里临时居住而已。废墟本身其实比四风守护的时代更古老。蒙德是无人称王的城邦，而在蒙德建立之前，曾有一位暴君统治这里。以后如果有机会，再为你们演奏那位君王的故事吧。这封印的样式，按我所知的考古学知识，应该是导光机关吧？把散落的所有部件放回本体，就能完成导光的仪式。从现场的状况看，这座机关的导光仪式似乎离完成不远了。先把最后的部件放回去，再看看情况吧。看来我们破除机关的方式是正确的。现在这座塔里还有3层护封的辉环，也就是说，还要寻找3座导光机关，才能解开所有封印。看，从这里就能看到一座，剩下的也一定都在废墟内部，围绕这座高塔分布。找找看吧。住在这种又是机关又是封印的地方，特瓦林平时回家不嫌麻烦吗？他不用从走人的地方走啊，他用飞的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我在想，一切结束以后，我要把这些都写进歌里。这首歌也会像《温妮莎传奇》一样，被蒙德的人们传唱下去吧。我从小就很喜欢那首歌。那么，荣誉骑士，你今天状态如何？我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，一定能成为各位的助力。说起来，迪卢克老爷也陪我们一路走到了最后呢。明明当初只是不小心被卷进来的，
路人？你们向我分享了秘密，我不过是报以相同的信任而已。是自由啊！自由？你们来蒙德时，有没有人对你们说过，蒙德是自由之都？那也是个自由自在的孩子呢。蒙德是一座没有国王统治的浪漫城邦，而蒙德的国民是7国中最自由的国民。我希望，曾经守护蒙德的龙也一样，不该有人欺骗他，说这座城市背叛了你，也不该有人告诉他，说守护这座城市是你永恒的义务。他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。温迪，那么，旅行者，蒙德的千年流风与你同在。接下来我会像上次一样，为你引导风的元素力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说你的声音很熟悉呢。看，特瓦林的身上有2个发亮的地方，那就是凝固在伤口上的毒血。深渊教团就是集中诅咒伤口，才腐蚀了特瓦林的精神。要想拯救特瓦林，就必须先清理那些紫色的凝血，尽量瞄准发光处破坏。特瓦林，很痛苦吗？对不起，再……就能和特瓦林对等战斗了。天底下最好的诗人前来助拳。不过，我可先说好一点哦，特瓦林牙尖爪利，就算几百年没护理了，仍然很危险。机会来了，目标是他颈部的污血凝块。很久没有像这样一起飞了，特瓦林。刚才为什么不像从前一样要我守护？我不希望你听从深渊，但这不代表你必须听从我啊，特瓦林。被神明命令的自由，也算是一种不自由吧。这是风神眷属的力量，但我已经不再是死风守护。就算没有那个身份，你不也还是守护了我们吗？从今往后，带着我的祝福，飞得更加从容一些吧。蒙德的龙灾就这样告一段落了。我代表骑士团向市民澄清了误会，并宣告了事件的解决。在普通人眼中，风魔龙突然袭击蒙德，又突然消失无踪，他们心里一定也还有许多疑惑吧。但风向是会转变的，终有一天会吹向更有光亮的方向。是你们，荣誉骑士凯旋归来啦！
嘿嘿，陪特瓦林好好折腾了一番呢。哦，你们是昨天回来的吧？秦团长比你们先回蒙德，你们的事迹他都已经告诉大家了。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啊？啊，不对不对，事情能这样和平解决，是多亏了你们才对。那时我把你们带来蒙德，也只是普通的尽了侦察骑士的职责而已。呵呵，不用客气。对了，安博士在这里等我们吗？虽然我这次的任务不是出征，但也没那么闲啦。你看，正在忙着做善后工作呢。善后工作？蒙德城这边发生什么了吗？趁我们没有秦团长指挥的时候，附近的魔物向蒙德城发动了总攻。好在很早之前我就侦察到了动向，丘丘人的聚落不自然地向蒙德城附近迁移。啊，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正在清理其中一个营地。对，如果不是我们之前早有准备，蒙德城就会陷入危险。可是事情依旧蹊跷，丘丘人应该没有发动总攻的组织能力，所以我们猜测，这背后也是深渊教团在捣鬼。他们操纵了那些丘丘人吗？如果我们不去解救特瓦林，那特瓦林也会像这样被操纵吧？没错，身为侦察骑士，看来今后要想办法多多监视深渊教团的家伙了。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明明你们才刚经历大战归来，我就又说起这些严肃的话题。啊，对了，我记得之前有过约定，要请你们吃蜜酱胡萝卜煎肉的，可后来一直在忙龙灾的事。不如这次就当做庆功，我来请你们吃吧。好耶！就算安博忘了，派蒙也不会忘的。我也好久没吃蜜酱胡萝卜煎肉了呢。你们先去猎鹿人等我吧，等战场打扫完了，我就过去。客人今天要点些什么？唉，真是无情啊！就这样无视了我这个挚友吗？看来大战之后，你不仅是实力成长了，还具备了骑士幽默的美德。蒙德的新晋英雄站在我的面前，身为骑士，感觉真是士气大振呢。凯亚又在花言巧语了。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。我正准备找个清静些的地方，好好整理一下思绪。明明其他骑士都在辛苦地打扫战场，思考也是一件辛苦的差事。我倒觉得清理那些垃圾更轻松一些。那你在思考些什么呢？是关于深渊教团。龙灾肆虐，骑士团长身在远方讨伐巨龙，这对深渊教团来说是非常好的战略机会。如果你是深渊教团的怪物，你会指派丘丘人来抓住这个好机会吗？为了看清真相，我的决定是等待，等着观察他们的进一步行动，直到你们把风龙废墟搞得天昏地暗，丘丘人的喊声在城门响起的那天，我终于在蒙德城里发现了可疑的身影。城里？其他骑士在城外御敌的时候，不就是城内防御最空虚的时候吗？所以留守城中的我，就与深渊教团的潜入者周旋了一番。通过一些小手段，我获得了新的情报。情报是，这些集结起来的深渊教团怪物，在他们背后，还有一位统领者。深渊教团的统领者？将特瓦林改造成战争兵器的计划，也是那位统领者所谋划的。用什么样的小手段才能打听出这些啊？你们可以认为是我在语言方面的天然才华吧。那位统领者被深渊教团的怪物称为公主殿下。好了，情报共享就先到这里。我好像看到安博正在向这边过来了。没去城门陪他一起御敌，
他好像还在生我的气，请容我先离开一下，避避风头吧。凯亚那个家伙居然跑掉了，做贼心虚。是这样吗？该不会你被他的什么花言巧语骗了吧？算了，先不提他了。累了这么久，我已经肚子咕咕叫了，还是先点菜吧。莎拉小姐，我要蜜酱胡萝卜煎肉。既然龙灾已经告一段落，你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呢？大概会离开蒙德，继续以走遍7国为目标，寻找他亲人的线索吧。这样啊，那也就是说，要暂时分别了吗？没关系，不管去了哪里，只要是风能够吹到的地方，你永远都是西风骑士团的战友，是荣誉骑士。蒙德随时欢迎你们。我们快点吃吧，再多聊一会儿，肉就要凉了。好吃！不愧是安博的推荐菜，没让我白白期待呢。那当然啦，虽然我对厨艺没什么自信，但我的品味还是很不错的。啊，对了，差点忘记告诉你，秦团长正在大教堂等你，好像是关于天空之琴的事，还是赶快去一趟吧。这位就是教会方面负责回收天空之琴的专员，奇里牧师芭芭拉。愿风神护佑你们。虽然比起代理团长，我可能没资格说这话，但我还是要替蒙德感谢各位的努力。幸亏是和平解决，如果真的调动军力与龙开战，很难想象要怎样收场。而且愚人众那边也不能多说什么，事情变成这样，他们一定在暗中气恼吧。这一次他们失去了向西风骑士团施压的最佳借口，只印证了至东国使臣蛮横无理的形象，却没有得到实际的外交进展呢。好啦，所以你们把天空之琴带来了吗？代理团长的担保也不是无限的，书记大人已经催了一阵子了。倒是带来了，只不过，这个稍微有点……放心，不会收你们租金的，教会一直有专门的供奉拨款。天空之琴！巴巴多斯大人，芭芭拉就算用余生的时光向你赎罪，也都是不够的吧？唉，算了，把天空之琴给我一下。为什么？天空之琴？让我看看。不行不行，虽然不明白怎么修好的，但再也不能让你们碰了。那么我们快溜吧，毕竟我用来修天空之琴的幻术法术，并不是100%可靠的。什么？卖唱的！喂，别跑！哎呀，最后还是把家里的仓鼠找回来了呀！啃啃木桩，摇摇米袋，给蒙德添了那么多麻烦。你说的不是仓鼠，是老鼠。现在没你说话的份，无理的吟游诗人。放弃统御蒙德的神，就只剩这点力量。哼，你嘲笑我的资本，
就是从主人那里借来的力量吗？油嘴滑舌。啊，这就是神之心，远远比不上我珍藏的华丽奇具呀。那大概是因为你的审美真的很烂吧？温迪，算了，反正神之心已经到手了，走吧。趁骑士团还没赶来，不要留下任何把柄。呀，荣誉骑士，你醒了。他的状态说不上是没事吧？刚才我发现你们晕倒在教堂外，就用元素力为你们治疗。那位诗人是先醒的，但奇怪的是，我的治疗对他的伤几乎没有效果。这种病人我还是第一次遇见，他自己却说着这很正常之类的话，想要离开教堂。离开？他去了哪里呀？蒙德英雄的象征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我想阻止他，但秦团长却说让他去吧，好奇怪。我记得以前温迪也在那棵树下疗过伤，是因为风神和风启帝之间的联系吧？秦团长应该也猜到了，但不能和芭芭拉说呢。树间的风很好，有我喜欢的气味。上次我也是这么说的呢。唉，为什么每次说这句话都是在运气不顺的时候呢？你注意到了？唉，这本来不是能和普通人谈论的话题，但悄悄告诉你也没关系。你应该知道，神之眼是这世上极少数人才拥有的外置魔力器官。他们通过神之眼来引导元素力。其实，每一位神之眼的拥有者都是有资格成神的人，因此被称作元神，拥有登上天空岛的资格。元神？以前好像从来没听过这个词。因为这是真正神灵才知道的秘密啊。总之，我们是不需要神之眼这种初级器官的。作为替代，神灵的魔力器官与天空岛共鸣相连，也就是神之心了。只是发光的玻璃球而已，用来避免无谓的猜疑啦。那么，刚才那个见面就把我吹飞，还抢走温迪神之心的坏女人，到底是谁？她是女士，愚人众11执行官的第8系，代号女士。愚人众的每一位执行官都像她一样，被至东国的女皇赐予了神灵般的权柄，获得超越了凡人的力量。至东国的女皇，那不就是7神之一，端坐于至东宫的冰之女皇，全体愚人众执行官的唯一效忠对象。虽然7神之间的关系并不全都非常融洽，但我也没想到他居然正在谋夺其他神灵的神之心。该怎么说呢？我认识500年前的他，但对现在的他已经很陌生了。500年前的一场大灾之后，他就断绝了和我的一切交流。不过，有关冰之神和愚人众的事，还是过一会儿再说吧。你要寻找全部7神，旅途中恐怕还有许多艰难之处。先往蒙德的邻国去吧，那里的炎之神与我不同，亲自治理着璃月全境。他每年只会正式降临1次，赐下神谕，指引这1年里经营璃月的方向。即使是这样，听起来工作频率也比某位大人高多了呢。
总之，今年的请仙典仪好像就快开始了。错过的话就要再等一整年喽。哇，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不早说啊？那就再见啦，我们快走。等一等，捕风的异乡人。没错，旅行者，当你重新踏上旅途之后，一定要记得旅途本身的意义。提瓦特的飞鸟、诗歌和城邦，女皇、鱼人和怪物，都是你旅途的一部分。终点并不意味着一切，在抵达终点之前，用你的眼睛多多观察这个世界吧。封神的告诫到此为止，接下来是温迪时间。